俄罗斯国防部上周六对外表示，在本国领海发现了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俄方军舰实施了相应手段，逼得美潜艇不得不狼狈逃离。而美潜艇偷偷摸摸到俄罗斯领海，试图侦测什么？俄罗斯到底对美核潜艇采取了什么手段，都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而实际上，俄罗斯选择在此时在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演习，本身就已经对美日释放出重要信息。俄罗斯国防部称，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千岛群岛举行演习期间，发现一艘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闯入俄领海。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俄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实施了相应手段，逼得美潜艇不得不释放声呐诱饵，以最大速度驶离俄罗斯领海。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属于无畏级反潜驱逐舰，排水量高达8000吨，主要执行的是搜潜、反潜任务。俄海军还在多年与美国核潜艇的水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美国核潜艇水下声纹特征，因此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能够在美国潜艇没有上浮的情况下准确识别弗吉尼亚级。俄海军的声明称，在发现美国核潜艇后，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首先使用水声通讯方式，分别以俄语和英语向该潜艇发送警告：你现在处于俄罗斯水域，立即浮出水面。在对方无视的情况下，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根据俄罗斯国家边境保护法采用合适的措施。它有2种情况可以，等于是警告他所发现的这个，美国的一个潜舰。第一种就是说，比较激烈的手段，当然就在这个美军的这个潜舰附近发射一些类似像榴炮那么警告他，让他驱离吧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温和的手段，就是水下的这个声呐，主动声呐这样子去探测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专家观点称，在警告无效后，俄罗斯水兵需要让美国潜艇明白，它的确切位置的确已经暴露了，如果不采取措施，下一步将被摧毁。按照俄海军的声明，在被俄采用合适的措施后，美国潜艇释放了自动推进目标分裂模仿器，也就是紧急释放诱饵，并全速驶离俄罗斯海域。今日俄罗斯称，事件发生后，俄海军的演习还在继续。这次事件也令外界联想到去年6月下旬，英国海军捍卫者号驱逐舰强闯俄黑海海域，在警告无效后，俄边防部队果断对其进行了实弹驱离，迫使捍卫者号短短5分钟后便匆匆驶离俄罗斯领海。事发后，俄外交部还公布现场照片和视频，让英方哑口无言。不过，对于潜艇遭俄方驱离，美国海军事后断然否认，甚至否认美俄海军有过接触。但美军发言人凯尔·雷恩斯承认，确实在国际水域飞行、航行、作业，并安全进行了活动。弗吉尼亚级潜艇是美国最具攻击性的核潜艇，具备极强的隐蔽能力，并依靠先进的传感器，具备很强的情报收集和监视能力。美国海军有19艘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装备有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但目前还不清楚具体哪艘潜艇卷入了这起事件。俄乌边境局势紧张之际，此次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演习背景也值得关注。根据俄东部军区发布的消息，上周一，俄海军太平洋舰队20多艘舰艇在核动力破冰船的引领下，穿越俄罗斯库页岛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宗谷海峡，进入鄂霍次克海。这相当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过半兵力，包括2艘无畏级驱逐舰、2艘20380型护卫舰、1艘20385型护卫舰，以及其他数艘扫雷艇、导弹艇等。而俄海军舰队的目的地是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因此俄罗斯媒体认为，这次俄海军的目标是日本。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曾表示，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日本也将会采取对俄反制措施。因此，俄海军在冬季进行如此大的军事动作，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和警告。只要他的动作做出来了，对日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威慑。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起源还是在，岸田文雄这个要反制俄罗斯的这个话讲得太满了，所以引发了这个日俄之间的这个军事上的猜忌吧。
而此次美军核潜艇闯入俄罗斯领海的当天，恰逢普京和拜登再次通电话，但双方并没有提到此事。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步步紧逼，近期俄罗斯也动作频频，相继派出图22M3以及图160轰炸机，在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上空附近巡逻，演练与白俄罗斯空军防空部队联合执行任务的科目。同时，俄还向边境部署了更多的战术战斗群。目前，边境地区的营级战术战斗群数量已经由60个增长到83个，另有14个营正在从俄罗斯其他地区向乌克兰边境地区进发。美国媒体估计，俄军在俄乌边境的部署总计超过10万人，同时在白俄罗斯还有3万名士兵部署。与此同时，北约则在中东欧国家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多国部队相继部署到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除此之外，波兰和罗马尼亚还部署北约反导基地，爱沙尼亚、立陶宛、罗马尼亚部署了北约空军基地，美军基地则主要部署到了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在波兰的美军人员高达5700人。虽然乌克兰并非北约国家，但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几周持续向乌克兰运送了过1000吨武器。在大国之间爆发这种大型的战争是可能性是不高了。如果俄乌之间开战的话，整个北约卷入的话呢，然后东边再有这个美日的这个联盟，那这个事情可能真的就会变成世界大战。所以我想谁都不会去进行这样的一种什么测试，就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冒险的行为。相关话题来连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盛先生您好。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日已开始大谈俄对乌如何开战了，将以导弹与炸弹打响第一波攻势。那么您对此如何看？您怎么看美方言必称开战的取态呢？美国多次对外用兵，没错，但是美国也是欺软怕硬的。像对付那个拉美的小国格林纳达，那出兵一点不含糊啊；对付像阿富汗呐、伊拉克啊，这也出兵是吧？但是俄罗斯是什么样的？是世界上的一等军事强国啊！拜登说过，俄罗斯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啊！如果两个国家发生军事冲突，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引起世界大战。普京也说过，如果是大国入侵，你如果美国对他动手，那就应该说是大国入侵。俄罗斯没废话，就是用核武器来对付。俄罗斯那个军事理念很简单。另外呢，那个拜登啊，尽管是一再的强调那个什么要提供军事援助啊什么，但是最后这一点就是在跟俄罗斯直接冲突的这方面，俄罗斯那个拜登是绝对是这个线是守得非常牢的，从来不会去考虑去越过这条线的。所以现在尽管呢嚷嚷得很凶，实际上呢并没有这个危险。再说，美国军人在发动进攻性战役的时候啊，他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自己的兵力要6倍于敌人的兵力。那现在美国可能6倍于俄罗斯的兵力吗？不可能。美国在那儿也就部署了几千人，嚷嚷了半天，什么一会儿送去了2000人，一会儿可能又要考虑派1300人，但是也连1万人都到不了，你怎么可能对一个大国发动攻势呢？但吴总统坚称战事不会打响。周日他还在与拜登通话时发出访问邀请，俄方也不断驳斥开战传言。那么您觉得这又如何解释呢？的确，这个事情非常诡异。当时的双方都说，我不想打你，对方呢也说，对，他的确没有那个要想打我的意思。恰恰是别人那个局外人倒是太热心了，鼓动他们两家那个打起来，说连日期都说得很清楚啊，16号可能动手。吵得最凶的当然就是那个离得最远的美国了。跟着美国吵得比较凶的就是安格鲁萨克逊的那个几个国家，英国啊，那几个别的国家欧洲国家呢倒不是吵，欧洲国家那么跟着美国一块儿撤退外交人员强调那现在有风险但实际上呢，欧洲也不愿意那地方打起仗来，因为一打起仗来，欧洲必遭池鱼之殃
最希望那个那边有点动静了，那就是美国了。美国的早就有这个愿望了，就是要弄掉普京政权。那怎么弄掉呢？那就让这个俄罗斯在军事上疲于奔命，经济上越来越不行，外交上的受到制裁，那样呢，可以鼓动俄罗斯国内的精英对普京产生不满，也可以让民众对政权产生不满。那样呢，就是在2024年的下一次大选当中呢，就可能产生那个美国比较能够接受的或者受美国欢迎的这样的政权。美国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美国呢是千方百计的想维持那的紧张局势。还有呢，就是美国，特别是拜登，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他就搞出过一个非常那个狡猾的一个计策，就是对付他的敌国，像俄罗斯，叫离岸平衡。他美国自己少出人、少出枪、少出钱，让那个俄罗斯周边的敌国、不友好国家那个去对付俄罗斯，在那制造紧张局势。这个对美国有什么坏处？那个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美国呢，希望在那维持这个军事紧张局势。所以呢，美国在那不断的说那个俄罗斯要打你了，打你乌克兰了尽管人家自己没有这个想法对方也没有觉得有这个危险，但是美国呢，不断的制造这个紧张局势。好的，谢谢盛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